注意看，阿瑟用220公里的时速终于跟上了前方这位摩托老哥，本以为可以结束这场匹配，没想到老哥只是一个闪身便瞬间拉开了距离。合着老哥刚才故意放慢车速是在等阿瑟，在 ASP 面前还敢展示容错，这么嚣张的老哥，那他能坚持到最后吗？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 ASP 阿肯色州的阿瑟谢尔南德在巡逻时盯上了一位单手叉腰的摩托老哥。这位老哥不仅姿势和一位故人相似，就连个性也是如出一辙。明明已经发现了阿瑟就在他身后，居然还故意加速吸引阿瑟的注意。没想到老哥这么嚣张，要知道这里可是阿肯色州，难道 ASP 还会惯着他不成？好家伙，一波加速就去到了300米开外，这让才打开氛围灯的阿瑟又默默地把灯给关上了。尽管阿瑟一路紧追不舍，但此刻老哥已经化为了一个小黑点。雷达显示，老哥的这一波加速超过了240公里每小时。阿瑟骨子里不服输的那股劲立刻就上来了，一个连续变道衔接油门焊死，胯下的道奇充电器也感受到了阿瑟的心意，转速拉满，爆发出强大的动力。地上的标识线肉眼可见的缩短了间隙，看得出来他很想要和着老哥较量一下车技。此时的他再次打开氛围灯，这意味着他认真了，车速也已经来到了200公里每小时。可这般势如破竹的劲头并没有维持多久，前方出现的一波车流打乱了阿瑟的节奏，尽管超过了一众 NPC， 但是车速也慢了下来。而此时翻过这个山丘的阿瑟，前方哪里还看得到半点老哥？难不成堂堂 ASP 在老哥手上都走不过一个回合？阿瑟自然心不甘情不愿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老哥的座驾。老哥胯下的是一辆最新款的雅马哈 R1， 这辆车它在1000cc 水冷直列4缸发动机，最大马力200，100公里提速仅需2.8秒，最高车速更是能突破恐怖的300公里每小时，堪比高铁般的存在。此时距离看不见老哥的尾灯已经过去了1分钟之久，而且这途中还出现了多个高速的出口，按照老哥的车速根本就无法捕捉他从哪儿走，但连一个回合都没坚持到，让阿瑟觉得有些出丑。 ASP 的尊严让他不肯就此放手，对此他非但没打算放弃，反倒是显得精神抖擞。看到这里，我认为阿瑟就是单纯的瘾大，又菜又爱玩，早就已经看不见尾灯，却还自顾自地飙了1分多钟。而随着前方的车流变得越来越多，他终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，与此同时喊了其他队友进行支援。跑了这么半天，连影子都没看到，还不如早点下班回去收拾一下房间。我最近就收拾出来很久没用的运动相机，大家的闲置都是怎么处理的？像我每次都会叫个转转上门回收，他家回收品类很丰富，小到相机镜头这种摄影器材，大到吉他球杆之类的兴趣品类，甚至就连黄金奢侈品都能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，这比我挨个挂网上卖效率高多了，既不用拍照修图，又不用跟人扯皮讲价，特别适合我这种想卖闲置又怕麻烦的人。像我这次收拾出了7、8件闲置，总共卖了1万多。总之有东西要回收，找转转这种大平台就对了。正所谓来得巧不如来得早，前方这位名叫凯里的阿瑟早已在路边等候多时，现在2位阿瑟完成接力，由他来会一会这位老哥，也难怪第一位阿瑟跑了这么久都看不到人，合着这老哥没跑多久就下了高速。看来第一位阿瑟一个回合都没坚持到，是因为自身太菜。现在第2位阿瑟匹配成功，让我们来看一下战力表。好，居然是一位实力恐怖如斯的7星大佬，这等实力哪怕是放眼人才辈出的阿肯色州也是极为罕见。看来一波带走第1位阿瑟不是偶然，不过 ASP 的阿瑟个个也都不是善茬。现在阿瑟以逸待劳，又从高速换到了郊区，已经大幅度削弱了老哥摩托的优势，而这也是2位阿瑟拉扯了这么久第一次离老哥如此之近。看看第2位阿瑟和他对战的情况如何。好家伙，阿瑟才刚转过弯，发现老哥走了个内弯之后，只是一波油门便在画面里面变成了一个小黑点，这情况和第1位阿瑟简直是如出一辙。虽然有些模糊，倒是还能看见。不想能为自己刚才嘲笑的队友那般，此刻的阿瑟已经是拼尽了全力，在这条辅道上都开到了170公里每小时。但尽管如此，老哥依旧是毫不留情的从他的视线之中消失。本以为换了地形会对老哥有所削弱，没想到这第2位阿瑟仍旧不是一合之敌。面对骑攻升级摩托的7星大佬，难道就连叫人闻风丧胆的 ASP 也毫无还手之力吗？甚至还能看见老哥，阿瑟连忙呼叫队友。
阿瑟看着老哥在前方路口又一次上了高速，看来对于如何摆脱阿瑟，他早就已经有了打算。没想到这老哥不仅车技了得，对于地图也是如此熟悉，妥妥的6边形战士，全方位碾压。而在阿瑟呼叫完队友之后，一听说有如此强悍的大佬来到了阿肯色州，整个 ASP 都兴奋了起来，他们纷纷表示一定要会一会这位老哥。而在附近的阿瑟更是全体上到高速，在各个匝道处开始了守株待兔，准备全力以赴让这位老哥见识一下 ASP 的技术。此刻的阿瑟也终于明白了，为什么第一位阿瑟明明已经跟丢，却始终舍不得放手。且不说如果走运能逮到老哥，哪怕只是和他匹配一番，也有可能顿悟，从而实力大增，突破现有的瓶颈。这还真是大佬虐我千百遍，我却待他如初恋。真的是有时候不逼自己一把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绝望。可第二位阿萨用超过200公里的时速追了半分钟的空气后，也终于意识到完全不是对手，而选择了下线。众所周知，高手都是最后登场。在6分钟后，距离上一位阿萨10英里的地方，这位名叫加布里埃尔的阿萨发现了一辆和描述相同的摩托。此时距离老哥第一次现身已经过去了20多分钟，如此长时间的高强度加时，定然叫他疲惫不已。阿萨以逸待劳，想必定能将他斩于马下。面对老哥的操作，阿萨毫不犹豫，果断接招。相比较前面2位队友，这位阿萨的车速明显更快，两人交锋不到几秒钟，他的车速便来到了200公里每小时。虽然速度还在不断的上升，但摩托老哥却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在了前方。哪怕是面对前方密集的车流，他也没有丝毫减速。速度、技术、运营加耐力，这老哥真的没有弱点吗？不对，就算老哥没有弱点，他的油箱也不一定撑得住才对。雅马哈 R1 17升的油箱，急速巡航的情况下，油耗能达到20个。按照老哥这种骑法，哪怕是满油出发，最多也就能跑20来分钟。此刻只怕是坚持不了多久。于是这第3位阿萨便干出了和前2位阿萨一样的事情，哪怕是完全看不见尾灯，也依旧是在全速前进。看得出来，这位阿萨要比前2位阿萨的头更铁，油门踩到底，用225公里的时速持续了1分多钟，突然就给了我一种错觉，这3位阿萨都只是想趁机公费飙车而已。而看着第3位阿萨跑了许久，依旧没有收获，得知了事情全部经过的局长下达了放弃的命令。这骑公升级摩托的7星大佬，哪怕是他出面，也不一定能赢。要是因此损失几员大将，那可就得不偿失了。就这样，在3位阿萨接力的情况下，依旧被摩托老哥轻松完成了1穿3，甚至没有一人能在他的手上走过1个回合。只能说7星大佬的实力果真是恐怖如斯，也印证了那一句：与其逼自己一把，不如放自己一马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该下班时就下班。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在此友情提醒各位，本视频为游戏画面，请千万不要模仿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最后的自由，我们有缘再会。